上一次我介绍过 Benedict Cumberbatch 的生平，在那一集里，他几乎都是天才、聪明、理性的形象来出现。但是你知道吗？他也是有不怎么灵光的时候，甚至呢，连一个单字都可能出错。So why are these woodlands so attractive to penguins? Well, apparently I got it wrong repeatedly in the documentary, and now I'm completely terrified of the words. Benedict 为 BBC 的纪录片来配音，主题是企鹅，看起来是一个再安全不过的工作，但问题来了，他没办法正确的发音，甚至重来的几十次都改不过来。最后呢，导演干脆直接放弃，有没有很意外啊？大家好，我是林皮，欢迎来到林皮的光影故事。今天我们再聊聊 Benedict Cumberbatch。上次呢，我说过他是个变色龙，所以我不打算再用同一个角度来看他。因为如果你只用这些正面的角色来认识 Benedict Cumberbatch 的话，你其实只认识了他的一半。这次呢，我要来盘点那些 Benedict Cumberbatch 演过不是好人的角色，却在他演绎之下成为经典的作品。在开始之前，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这里会有很多跟电影相关的故事，订阅之后我们就开始吧。有了新世纪福尔摩斯的成功 ，Benedict Cumberbatch 在2013年靠着《暗黑无界：星际争霸战》来进军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不同于呢，他在新世纪福尔摩斯那一种快嘴神经质的天才形象，他在这部片展现的是一种绝对的压制力跟冷静的优雅。他饰演的可汗呢，是一名来自旧时代的基因改造超人，他并非是为了作恶而作恶，他的核心动机呢是守护家人。这种为了保护所爱而不惜毁灭世界的执着，让他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反派。他在本片中最强大的表演呢，就是声音的武器化。他刻意呢压低声线，运用胸腔共鸣，创造出一种低频震动般的声音效果。可汗的说话速度极慢，咬字精确，每一个字呢都像是经过精细计算后吐出来的。这种过度的冷静，反而营造出一种我随时可以杀死你的恐怖感。A remnant of a time long past, genetically engineered to be superior so as to lead others to peace in a world at war. 导演 J.J. Abrams 曾提到呢 ，Cumberbatch 的拍摄时几乎不眨眼，他的眼神呢像是一条盯着猎物的蛇，冰冷而且专注，加上他的头部移动非常的缓慢平稳，就像是摄影机的云台一样。这种非人类的稳定感暗示了角色是基因改造的产物，身体的控制力远异于常人。同时呢，这也是他少数展现动作巨星的特质作品。为了这个角色呢，他进行了大量的重训跟饮食控制，将身材练得比以前还要壮硕有2倍以上。A smoke screen to conceal my true identity. My name is Khan. Why would a Starfleet admiral ask a 300-year-old frozen man for help? Because I am better. 最精彩的一场戏呢，是在禁闭室中与寇克还有史巴克的对话。当他讲述自己如何被马可斯上将利用，他的船员如何被扣为人质时，他眼中带泪，声音微颤。这场戏展现了他极高的演技，你不知道那是真实的悲伤，还是为了博取同情而设下的陷阱。他成功的让观众还有剧中的角色在那一瞬间动容了，怀疑他是否才是受害者。他在《暗黑无界》中的表演风格呢，是静态的威压和绝对的控制。如果说福尔摩斯是一把不停舞动的剑花，那可汗就是一个沉重的巨锤，平时安静的放在那里就让人家感到恐惧，一旦使出来就是毁灭。他成功塑造了一个智商与武力都封顶的反派。这种高智商的野蛮人形象，让他的主角群胜利显得异常艰难，也成就了这部电影的紧张感。想问问大家 ，Benedict Cumberbatch 演过的角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哦。Don't suppose you'd like a drink before dinner? I don't drink. I watched it destroy Daddy's life. Won't you help yourself? 不同于《暗黑无界》的绝对冷静，在梅尔罗斯里 ，Cumberbatch 这次演出的是一个极度难搞的角色。Benedict Cumberbatch 在梅尔罗斯里扮演派崔克·梅尔罗斯，
一个出身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外表风流倜傥，穿着高级的西装，却沉溺于毒品、酒精，并且使生活混乱的花花公主。这可能是她演技的巅峰之一。剧情一开始，她就是一个沉沦于海洛因、酒精还有各种药物的瘾君子。她的生活混乱，对人刻薄、自我中心，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我毁灭倾向。加上呢，她有严重的阶级傲慢，也就是虽然憎恨自己的原生家庭，却又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势力跟愤世嫉俗。这样一个荒唐的角色呢，有着可怜的过去，因为他所做的行为呢，都是为了逃避童年的噩梦，也就是他从小遭受父亲的性虐待，而母亲呢，则是选择无视与顺从，让派翠克这个角色不再是纯粹的坏人，而是一个一直试着杀死过去自己，却又差点杀死现在自己的幸存者。Johnny, can you hear me? Patrick, how are you? Oh, fine. I tried to kill myself last night. I can't. Where are you calling from? The bottom. Cumberbatch 在这部剧中的表演难度在于，他必须以极度滑稽跟极度悲伤之间，以秒为单位来进行切换。虽然这些角色的行为荒诞，甚至有点滑稽，但是他能在瞬间切换到极度脆弱的眼神，揭示出童年遭受父亲性虐待的创伤。他让观众在厌恶他的行为与同情他的遭遇之间反复横跳，完美诠释了破碎感。Here come the Quaaludes. Patrick, are you okay? Jet lag. Benedict Cumberbatch 在剧中演绎毒瘾发作时的肢体抽搐、独眼龙般的视野模糊，极具生理上的说服性，展现了极致的身体控制。有一幕呢，是因为药物过量导致一只眼睛张不开，他必须弯着头眯着眼睛看世界。这个滑稽的表情成为本剧里的经典画面。Please, make it stop. Please, make it stop. 他在饭店房间里试图戒断或者寻找药物的时候，在地上爬行、抽搐、撞墙。他将身体的痛苦演得既像一场闹剧，又让人感到真实的恐怖。他展现了一种优雅的崩溃。即使穿着最昂贵的大衣，里面包裹的却是一具失控的躯壳。而在声音的运用上呢 ，Cumberbatch 用一种极度标准、慵懒而且带有鼻音的英国上流口音来说话。这种口音呢，成为他的盔甲，用来发射刻薄的笑话跟讽刺，来掩盖内心的恐惧。但是当他回忆起父亲的阴影的时候呢，那个自信的声音会瞬间破碎，你会听到他声音中的颤抖变调。仿佛呢，瞬间他变回了那一个无助的小男孩。No, stop! This is not grief or mourning. This is rage. My heart is racing with it. She knew. She must have known. Surely she must have. Even subconsciously, she knew what he was like, and yet she failed to do the one thing that she was obliged to do, to protect her son. 随着剧情从癫狂转入压抑，他的表演转为内敛。最厉害的是呢，剧中只要出现父亲的名字或者意象 ，Cumberbatch 的瞳孔就会放大，身体会不自觉的僵硬或畏缩。这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生理反应呢，演得非常的精准。尤其是他在独自面对父亲骨灰的那场戏中，他展现的惊人的爆发力。他先是愤怒的咒骂，接着试图表现的不在乎，最后却崩溃地流露出恐惧。他演绎出一种恨意中的依恋。即使父亲是恶魔，但那毕竟是父亲，这种矛盾的情感让他痛苦万分。他在梅尔罗斯中的表演风格可以形为走钢索的人，他一直在让人发笑的喜剧跟让人心碎的悲剧这条极细的钢索上面保持平衡。你看着他发疯会想笑，但笑着就会想哭。如果在新世纪福尔摩斯中他展现的是智商的性感，那么在梅尔罗斯中他展现的正是破碎的艺术。这部仅有5集的迷你剧，让他有空间去演绎一个角色横跨数十年的崩坏跟重组。25 years since our first run together. 1900 and nothing. That's a long time. 如果说前面那些角色还在观众的接受范围之内，那全3季绝对是他对观众的一次挑战。在这部作品中呢 ，Benedict Cumberbatch 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压抑、冷漠而且深藏情绪的人。他表面上理性克制，言语简短，却带有尖锐的力量，但内心呢，却是充满对男性气质、权力还有自我认同的焦虑。他对家人和周遭人物的关系，往往充满控制与疏离感。
偶尔流露出的脆弱，又让人感到意外的同情跟矛盾，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There is something so hidden about him that reveals itself in his loneliness amongst other people. 这是 Benedict Cumberbatch 演艺生涯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他距离奥斯卡影帝最近的一次，也就是获得奥斯卡提名最佳男主角。他饰演的 Phil Burbank 是一个极为复杂、令人恐惧又充满悲剧色彩的角色。Phil 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他的性格由2个极端来组成。表面上呢，他是一个粗鲁、肮脏、崇尚极端阳刚气质的美国西部农场主人。他拒绝洗澡，用手阉割牛只，用言语羞辱身边所有展现软弱特质的人，特别是他的嫂嫂 Rose 跟侄子 Peter。但是呢，在他的内心里，他其实是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精通古典文学。更深层的秘密是呢，他是一名没有出柜的同性恋者。他对已故的恩师兼恋人 Henry 有着几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一种核心冲突让观众知道 ，Phil 的残忍并非天生，而是一种防御机制。他用极端的粗暴和厌女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欲望跟脆弱。他攻击 Rose 跟 Peter， 主要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这种柔性特质，正是他极力想往自己身上扼杀掉的部分。I wonder what little lady made these. Actually, I did, sir. My mother was a florist, so I made them to look like the ones in our garden. Oh, well, do pardon me. 在他把玩 Peter 的纸花并烧掉的那一幕 ，Cumberbatch 的动作极度的轻蔑，但他手指触碰花朵的方式却又异常的细腻，暗示呢他对美的敏感跟压抑。为了进入角色 ，Benedict 在拍摄期间几乎都不洗澡，他让自己身上带有真实的恶臭。他学会了单手卷烟、阉割公牛跟弹斑鸠琴。他在片场即使喊卡之后，也不会脱离角色，甚至拒绝回应 Benedict 这个名字。他走路的方式也变得沉重，双腿开阔，像是一个随时准备占领地盘的掠食者。他在屋内走动时，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Phil 经常吹着走掉的口哨 ，Cumberbatch 将这个动作变成了一种心理战术。当口哨声响起，就代表他在监视、在评判，让屋内的 Rose 感到极度的焦虑。他看的方式不是看，而是审视与剥离。特别是他与侄子 Peter 的对手戏中，他的眼神从最初的鄙视转变为带有一种捕猎性质、暧昧的凝视。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met Bronco Henry? About the age you are now. 全3季里 Cumberbatch 的表演最高级的地方在于 Phil 几乎都不会说出心里话，他所有的爱与痛都藏在恶毒的言语之下。在后段他教 Peter 编织绳索，或者是2人共用一根香烟的时候， Cumberbatch 展现了一种危险的亲密感。他在没有任何露骨台词的情况下，演出了极强的性张力，让观众分不清楚他到底是想要杀了这个男孩，还是想要爱这个男孩。当 Phil 最后因为感染炭疽病毒而倒下的时候 ，Cumberbatch 卸下所有的武装。他在床上那种发高烧、夜语、像孩子般无度的状态，与一开始那个不可一世的暴君形成巨大的反差，也让这个恶棍的生命最后一刻显得无比的凄凉。他在全3季中的表演风格可以用压抑的野兽来形容，不同于福尔摩斯那一种向外发射的能量，这一次呢，他是向内探险的。他成功让观众在讨厌 Phil 的同时，又能透过他那双充满秘密的眼睛，看到那个曾经在 Henry 身边感受过爱，却因此从此被困在孤独里的灵魂。这是一次反派人性化的教科书演绎。他在面对冲突或挑战时，往往选择沉默或观察，让观众感受到他内心的不安。即使是极小的动作和表情，也能传达出角色的压抑跟情绪波动。这种极端的情绪表现跟复杂的人性描绘，正是他刻意设计的挑战。因为 Cumberbatch 曾经说过呢，他不想要只演让人喜欢的角色，而是要让观众在讨厌角色的同时，却无法否认他真实与深度。而正是这种不安与矛盾，让角色既让人畏惧，又充满了魅力。I'm working on a new puppet. If we can get him on the show, then Edgar will see him. He'll know how much we want him to come home. 在《幽恩偶遇》中 ，Benedict Cumberbatch 的表演风格与全3季里的内敛压抑截然不同，而是展现了一种狂躁且崩溃的爆发力。他饰演的 Vincent Anderson 是1980年代纽约的一个天才木偶师。
在电视儿童节目《Good Day Sunshine》里担任主要的操师工作，而这个儿童节目呢，有点像是芝麻街。Vincent 的才华洋溢，但是很难相处。他在工作中刚愎自用，不听同事的意见；而在家中呢，这是一个糟糕的丈夫与父亲。在故事一开始，观众就能看到他是如何用言语暴力跟冷漠来对待儿子。他在家中制造的紧张气氛，甚至可能是导致儿子离家的间接原因。同时呢，他长期的酗酒、药物滥用，并且患有未经治疗的精神问题。Vincent 呢是一个极度讨人厌的受害者。当他的儿子失踪以后，观众虽然同情他的遭遇，但同时也在对他寻找过程中的疯狂行径，像是辱骂警察与妻子决裂，还有自我毁灭，感到很愤怒。他必须要面对真正的怪物，不是绑架犯，而是他内心的黑暗面。When I first read the script, I had a lot of questions remaining about Vincent. By the third episode, we see a man who's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his son, the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and realizing the costs of that moment in time, potentially being disastrous for him, his family, and most importantly, his child, Edgar. 在这部剧中 Cumberbatch 的表演能量是极度外放、混乱而且肮脏的，这也是幽暗偶遇的最大亮点。看 Benedict 如何演绎双重人格，一个呢是 Vincent 现实中那个苍白消瘦、精神崩溃的父亲，而另一个是由他亲自配音的 Eric， 那只巨大毛茸茸的蓝色怪物。他一方面要演出 Vincent 的绝望，一方面要用声音演绎 Eric 那个代表他潜意识充满嘲讽、粗鲁而且具攻击性的声音。他在剧中呢，经常出现自己跟空气，也就是幻觉吵架的场景，那种精神分裂的张力非常的惊人。为了有更好的效果呢 ，Benedict 让 Vincent 的声音显得尖锐、急促，充满防御性，带有纽约腔的焦虑感。而同时呢 ，Eric 的声音是低沉、沙哑，充满威胁性。而这也是 Cumberbatch 擅长的怪物声线，但是呢，这更有街头混混的感觉。Only you know the way that kid's mind ticks. Not listening. If you get me on the show, the kid'll see it. Get me on the show, and the kid'll come home. 随着剧情的推进 ，Vincent 呢从一个穿着西装的电视人，逐渐变成流落街头的疯子。Cumberbatch 演出那一种酒精中毒者的手抖、肢体不协调、眼神涣散。他在剧中的情绪转换非常的快。前一秒极度悲伤的在电视上公开恳求儿子回来，而下一秒就极度暴躁的在后台对制作人大发雷霆，而这种情绪营销飞车让观众时刻处于不安之中。有趣的是呢，他在剧中要亲自操作木偶，这需要极高的技巧。他不仅要表演，还要让手中的木偶活过来。而这种操控与失控的对比，也就是他在台上能够操控木偶，在台下却无法操控自己人生，是他表演中非常细腻的一个隐喻。也许正因为他本人既不完美，也不试图维持某种明星形象，才能让他在角色之间自由切换。他可以是天才，是怪人，是反派，是边缘人，甚至是一个连企鹅都会念错的普通人。Benedict Cumberbatch 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他演得多聪明，而是他愿意把不体面、不舒服、不讨喜的样子全部摊在观众面前。他演过的这些角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康伯拜区式恶棍的风格。他极少扮演笨拙的坏人，或者是纯粹暴力的打手。他的恶往往源自于对周围平庸世界的不耐烦与轻视。他演的坏人通常不是天生邪恶，而是坏掉的好人或者受伤的野兽。他们展现出攻击性越强，就代表内心隐藏的伤口越深。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的反派角色时，往往在最后一刻时会感到一阵心酸，因为你看到的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灵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想看他下一次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听完今天的故事，你是不是更了解 Benedict Cumberbatch 了呢？欢迎一起来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哦。我是林 P， 我们下次再见。